乌军实施口袋战术，反攻俄军据点。朝鲜士兵抵达库尔斯克，即将参战。乌军解放哈尔科夫并攻入别尔格罗德。俄罗斯兵员短缺问题严重，各州已完不成征兵指标。200名乌军 F-16飞行员毕业，英国培训7万名乌克兰士兵。精彩资讯即将开始。乌军对库尔斯克的反攻还在继续。据开源情报报道，乌军第36海军陆战旅在坦克的支援下，正在猛攻库尔斯克的泽列尼、什利亚赫一带俄军。在战斗过程中，乌军在摧毁当地多个俄军临时据点的同时，还巧妙实施口袋战术，包围了一支冒进俄军部队。虽然详细战果有待进一步确认，但这已经不是乌军第一次使用口袋战术了。前几天，在苏贾方向，乌军第82旅就包围并全歼了俄军155独立海军陆战队旅第3营第4连第3排的全体士兵，想必此次乌军反攻战果依旧丰盛。与此同时，乌军还在苏贾、普列霍沃、小洛克尼亚等多地分别对俄军第155旅、第810旅以及车臣阿赫马特卡莫顿分队驻守的阵地发起了反击。目前战斗仍在继续。值得注意的是，乌军对俄罗斯弹药库的袭击已经降低了前线俄军发射炮弹的频率。据乌克兰媒体10月23日援引乌国防第一副部长伊万哈夫里柳克中将的话报道称，乌俄炮火发射的比例已从年初的1:7或1:8下降至现在的1:2。今年以来，乌军不仅接受了大量欧美装备，还成功研制了许多远程武器，完成了对俄罗斯后备力量的打击。加夫里柳克特别强调，以目前乌军的意志力和韧性，俄罗斯已经输掉了这场战争。而泽连斯基也在和军方的会谈中提及了对库尔斯克的战役看法。他重申称，乌军不仅阻止了俄军在乌克兰领土建立缓冲区的目标，还在俄罗斯边境及其本土设立了自己的缓冲地带。至于朝鲜士兵最新动态，10月23日，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表示，五角大楼首次正式证实朝鲜士兵已抵达俄罗斯。韩国国家情报院也表示，朝鲜迄今为止已向俄罗斯部署了至少3000名士兵，以支持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并警告称，俄罗斯将在今年年底之前派遣总计1万名士兵参战。而他们的最新位置，若乌情报局长布达诺夫预计正确，第一批朝鲜士兵已于23日抵达库尔斯克，即将投入战斗。不过，乌克兰已经做好了准备，泽连斯基明确表示，乌军已经设好了套，就等他们来钻。而且，乌克兰的盟友们也在积极应对这一挑战。如立陶宛，他重提了欧洲向乌克兰境内直接部署军队一事。据悉，立陶宛外长兰茨贝尔基斯公开表示，应该重新考虑法国总统马克龙之前的提议，向基辅方面派遣部队。由此可见，俄罗斯即使有朝鲜帮忙，也干不过拥有庞大后援团的乌克兰。此外，逃离俄军阵地的18名朝鲜士兵也有了最新消息。据乌军情报称，俄方已经将他们抓获并拘留，就是不知道扰乱了俄军心的他们能不能留下一条小命。对了，泽连斯基公开否认了更换布达诺夫和乌梅罗夫的传言，所以请一切俄粉自重。在哈尔科夫，乌军海妖特种部队和国际军团继续联合行动，在利普奇方向猛攻俄军阵地。据23日战报显示，乌军已突破俄军数道防线，并控制了周围的定居点，目前已推进至赫里伯克村附近。而且受库尔斯克作战影响，乌军在沃夫昌斯克方向的反攻也有了极大进展，不仅数次击退俄军攻势，还反推了数公里的控制区。据该方向作战的乌军士兵称，俄军在沃夫昌斯克已无力发起大规模机械化攻势，目前正以小规模的步兵突击队发动零星袭击。下面是火力军对俄军战败过程和原因的分析。这次哈尔科夫战役开始，由于俄军将大部分兵力调往库尔斯克转攻为守，乌特种部队就趁机联合国际军团，不断解放哈尔科夫的俄制区。俄军此时陷入首尾不能相顾的僵局。为了打破这一僵局，俄军脑袋一亮，想到了一个蠢战术，即从多个意想不到的方向发起协同作战，以求破坏乌军的进攻行动，甚至占领关键阵地利普奇。在实施过程中，俄军一边从其境内的朱拉夫列夫卡村西南方向玩跨境突袭战术，企图沿1105公路向大小普罗霍季村推进，一边同步恢复赫里伯克方向的进攻，从而实现对利普奇乌军阵地东西北3面的合围。但战斗过程并未按照俄军剧本发展，在跨境突袭方向，俄155旅集结了 BMP-2 步战车和士兵，组成突击小组，正准备越境发起突击时，被乌军无人机发现。随后，一架乌军 FPV 无人机来袭，率先摧毁了俄军纵队领头坦克，将队伍逼停。之后，乌军开启屠杀模式，彻底消灭了这支俄军。
报道称，摧毁了俄军3辆 BMP-2 和全部试图逃跑的俄155旅士兵。而在俄军进攻失败后，乌军趁着俄军兵力分散、无法协调防御的机会发动反击，最终在夜幕的掩护下成功越境攻入俄罗斯。在行动结束时，乌军不仅俘虏了大量俄军士兵，还占领了一片关键森林，充当阵地防御。比尔格罗德州州长维亚切斯拉夫·格拉德科夫后来也证实称，乌军在朱拉夫列夫卡村附近发动了一次跨境袭击。俄军越境行动的失败，另一边自然也就配合不起来，而且这边的乌军也进行了反推。据悉，这边的乌军首先以侦察无人机收集俄军阵地情报，然后以精准火炮打击、自杀式无人机袭击开路，最后出动装甲纵队沿公路快速递进，利用乌军士兵清除掉饱受无人机和火炮打击的俄军部队，从而解放关键阵地。总的来说，俄军希望通过开辟新战线来取得战术上的出其不意，但其没有做好保密工作被乌军发现，这才有了乌军扭转战局、重新掌握哈尔科夫战场主动权的新局面。当然，乌军能顺利反攻也离不开其他2个重要因素。第一个是火力军之前提到的，乌军攻入库尔斯克的3个月，尽管俄军付出巨大代价，但仍未将乌军赶出去，反而消耗了俄军的后备力量，导致俄军不得不从哈尔科夫等地抽调大批兵力，而当地俄军自然力量被削弱。第二个是俄罗斯兵员短缺问题严重。据哈尔科夫方向的乌军旅发言人10月23日表示，俄军虽然正在用新招募的合同兵替换该方向的士兵，但其中许多人是罪犯，是新兵，并非是其他战区转移来的士兵。而且据塔斯社报道，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已经对俄军的征兵额表达了强烈不满，其州长库伊瓦舍夫公开要求莫斯科减少本地区的合同兵指标。他透露称，当地已经没有符合兵役标准的男性了。目前莫斯科方面尚未回应此事，相关消息有待证实。在恰索夫亚尔，俄军企图通过搭建浮桥强渡顿巴斯运河，结果遭到乌军火炮和无人机针对打击，一时间寸步难行。同时，乌军无人机还在巴赫穆特和恰索夫亚尔之间的陆路通道，目前战斗十分激烈。在红军村方向，乌军第425独立突击营的士兵独自击退了俄军攻势，第109旅则继续负责切断俄军后勤运输。至于谢里杜河，其东郊的激战仍在继续，俄军正从北、东南3面对乌军阵地展开攻势，其中最大的攻势是在谢里杜河较为开阔的南郊，俄军步兵不断推进，试图站稳脚跟，不过屡次被乌军第15旅击退，俄军伤亡惨重，战斗仍在继续。英国国防副部长卢克·布拉德宣布，200名乌克兰飞行员于10月22日完成训练。乌克兰现任的驻英大使扎卢日内参加了他们的毕业典礼，并送去鼓励和祝福。扎卢日内表示，期待他们早日驾驶 F-16战机保卫乌克兰的领空，并深入打击前线俄军。基辅邮报10月24日也报道称赞，英国对乌克兰的支持达到了一个重要里程碑。据悉，英国初级飞行训练计划是美国、丹麦、荷兰牵头的乌克兰空中能力联盟下的3阶段训练计划的第1阶段，之后会前往法国接受第2个阶段为期6个月的高级飞行训练。在此期间，他们会在阿尔法喷气式教练机上进行飞行训练。第3阶段则是要前往位于罗马尼亚费泰什地空中基地的欧洲 F-16训练中心，在那里，他们将再花6到9个月的时间来学习如何驾驶 F-16战机。值得关注的是，欧洲 F-16训练中心有荷兰捐赠的18架 F-16战斗机，其培训目标是为乌克兰的每一架 F-16战机培养3名合格的飞行员。目前第一批准备执行任务的乌军 F-16飞行员已于2024年7月26日从欧洲 F-16训练中心毕业，并驾驶丹麦与荷兰捐赠的 F-16战机回国参加战斗。而此次英国和法国、美国、丹麦、荷兰联合培训的200名 F-16飞行员，将对乌东和俄本土军事目标构成了致命的威胁。在士兵训练方面，英国在乌克兰盟友中也是遥遥领先。据英国国防部9月披露，2022年6月至2024年8月，英国共训练了42050名乌克兰军人，加上2015年轨道行动以来至2022年5月培训的大约3万人，英国至今已经培训了7万多名乌克兰军人，冠绝群雄，连美国都不得不甘拜下风。而除军事支持外，在财政上，英国也在大力支持乌克兰。据乌克兰真理报报道，英国承诺向乌克兰提供22.6亿英镑，约合29.3亿美元的贷款，并将由俄罗斯被冻结资产的利息来偿还。若是再加上欧洲议会批准向乌提供350亿欧元贷款，美国承诺提供200亿美元贷款，以及 G7 集团其他成员国的承诺，乌克兰有望获得超500亿美元贷款。这使乌克兰2025年国家预算得到有效缓解。在制裁上，英国也是积极配合，目前正在大力度打击俄罗斯的影子邮轮舰队，从而减少俄罗斯的财政收入，削弱俄罗斯的战争潜力，更好地帮助乌克兰赢得俄乌战争。
可以说，在11月美国大选后，乌克兰将接受来自欧盟、北约和其他各国的大规模援助，战力获得极大的提升。而且有消息称，泽连斯基将在2024年年底前制定一项新的国内战时行动计划，这套计划将配合胜利计划一起实施。据悉，胜利计划着重于乌克兰合作伙伴如何做，而战时行动计划则着重于乌克兰国内如何做，其涵盖军工综合体、国防、经济、社会政策等方面的决策。详细内容值得我们的期待。10月24日，韩国国防部对外宣称，美韩空军于10月21日至11月1日举行为期2周的大规模空中联合演习，名为“自由旗帜”。演习内容包括航空阻断、防御提供、近距离空中支援等任务，旨在检验并提升两国士兵的联合作战能力。据说澳大利亚空军也将加入此次演习。另一方面，韩联社当天发布了一篇报道，称位于韩国釜山市的驻韩美军第55补给舱发生火灾。该补给舱存放有大量的美军装备，火灾发生时，所有建筑工人都已下班，因此尚无人员伤亡报告。目前，当地消防部门正全力防止火势蔓延至临近仓库。另外，根据韩国媒体的进一步报道，该火灾现场已投入51台设备和163名人力进行灭火作业。而且，当天晚上19时55分，釜山消防部门还将应急响应提升到2级。尽管韩国官方目前尚未公布这次火灾的受损情况，但从当地消防部门的行动来看，情况应该不太乐观。根据俄罗斯媒体报道，其国防部长别洛乌索夫对外宣称，该国正在与白俄罗斯加强军事合作。例如，在白俄罗斯举行的俄白国防部联合部务会议上，批准了2025到2027年俄白联盟国家军事安全保证工作计划，两国将继续联合进行业务、作战和动员训练等项目。此外，别洛乌索夫表示，还将与白俄罗斯分享相关的军事经验，例如如何使用高精度武器、电子战工具以及人工智能系统等方面的先进方法，来实现现代化的对空防御。同时，他还表示将继续对缴获的北约装备进行系统性研究，以便发现他们的弱点，并在制造新武器时加以利用。另一方面，尽管俄罗斯极度向白俄罗斯示好，但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于10月24日明确表示，该国不会进攻乌克兰，而且还有意与之展开合作，但前提是先结束乌俄战争。根据中时新闻网10月25日报道，沙特阿拉伯国防部近日对外宣称，该国将引进多套先进防空系统，例如美国的萨德防御系统，专门用于拦截并摧毁处于末端飞行阶段的高空弹道导弹，又或是俄罗斯的铠甲 ICBM 能有效应对短、中程无人机以及巡航导弹等空中威胁，亦或是新加坡的猎户座 H9 雷达系统，能够进行远距离侦测，并能同时追踪多个目标，可提供监视和早期预警能力。媒体表示，目前相关的引进流程正在按计划进行中，待沙特阿拉伯全面接收并部署这些装备后，该国的防空能力将大幅提升。根据美国海军新闻网10月23日报道，美国通用动力公司已决定放缓哥伦比亚级战略弹道导弹核潜艇和弗吉尼亚级攻击核潜艇的建造工作。其首席执行官菲比·诺瓦科维奇表示，之所以做出此项决定，主要是因为潜艇建设工作的供应链出现了问题，导致重要零部件短缺，进而影响到了整体进程。虽然诺瓦科维奇并没有具体指明究竟是什么部件的短缺才造成了当下的状况，但根据今年4月份的报道，美国海军部长卡洛斯·德尔托罗曾表示，哥伦比亚级核潜艇项目的艇手分段以及蒸汽涡轮机等部分出现异常，导致该级核潜艇项目将比原计划延迟交付12至16个月左右。此外，诺瓦科维奇还表示，正因哥伦比亚级核潜艇的建造进程已经出现延误，因此即便放缓了该级核潜艇的生产工作，也暂时不会对其造成额外影响。根据媒体报道，俄罗斯已把战略导弹部队的士兵抽调到了步兵部队，后续将作为普通步兵进行作战。战略导弹部队，也就是负责导弹发射装置的部队。先不说这些部队里的士兵有没有接受过步兵训练，就战略价值而言，要远比普通步兵高得多。俄罗斯能把如此有价值的士兵送往前线作战，可见其当前兵力已严重不足，只能从非步兵单位里抽调士兵。从战略导弹部队中抽调出来的士兵人数大约有1000到2000人，其并没有被编入陆军，而是作为独立营作战，归属于空军的团级和旅级作战部队。为保证其作战效率，战略导弹部队的安全公司还为其配备了轻型装甲车以及无人机侦察排和工兵部队。
另外，据媒体表示，俄罗斯此前已从库兹涅佐夫号航母的船员中抽调了一部分士兵，组成了一个新的机械化营。如今又把战略导弹部队的士兵充当前线独立营来作战，可见其真实兵力已经不多了。根据法新社报道，哈马斯最近受创严重，目前正在做两手准备。一方面，该组织领导层正在进行密集的外交活动，如派遣代表团访问土耳其、卡塔尔、俄罗斯等，以阻止以色列在加沙北部实施将军计划。按照哈马斯的说法，一旦以色列这项计划得以成功实施，该组织将面临毁灭般的打击。另一方面，哈马斯派遣代表团在开罗与埃及官员讨论停火协议。按照哈马斯方面的说法，该组织愿意停止战斗，但要求以色列方面必须承诺停火并撤出加沙地带。以色列很快就对此进行了回应。该国情报和特勤局局长巴尔内亚将于27日前往卡塔尔，以推进停火协议的进一步议程。此外，为了促成加沙停火，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再次访问中东地区，并与卡塔尔首相进行了会晤。媒体表示，美国和卡塔尔正在寻求一种新方案，既能让以色列撤军，又能让哈马斯无法重建。根据媒体报道，印度正考虑向卡塔尔采购12架幻象2005战机，目前双方正在就价格方面进行谈判。媒体表示，卡塔尔的幻象2005战机最初于1997年交付，包括9架单座飞机和3架双座飞机。目前，卡塔尔正在实施军事现代化计划，将采购更多更先进的多用途战机，例如波音的 F-15PV 和欧洲台风战机，因此决定退役这批幻象2005。按照卡塔尔方面的说法，这批幻象2005战机目前状态良好，且还有较长的使用寿命，因此其要求每架战机41.6亿卢比，但印度给出的预算为每架战机最多30亿卢比。由于彼此之间的要价过于悬殊，印度内部一些人士建议推迟此项购买计划，以专注于开发印度国产的新版光辉战斗机。随后，印度空军也进行表态，将结合成本效益、运营兼容性和长期战略目标，对该采购计划进行重新评估。简而言之，印度觉得卡塔尔要价太高，希望能够降低价格达成这笔交易，而卡塔尔也希望这批战机能够卖个好价钱，因此双方将会就价格问题继续进行谈判。如果此项交易能够达成，那么印度空军的幻象2000机队将增加到60架，其空中战力也将得到加强。根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多位匿名伊朗官员向其透露，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已下令该国军方制定多项计划，以应对以色列强调的报复性袭击。按照这些官员所说，如果以色列的报复性袭击对伊朗造成大范围的破坏，例如破坏石油和能源设施、核设施等，或者造成人员伤亡，伊朗将进行反击，包括向以色列发射多达1000枚弹道导弹，干扰全球能源供应，以及通过波斯湾和霍尔莫兹海峡的航运等。根据土耳其媒体报道，10月23日，土耳其航空航天工业公司一家工厂遇袭，造成5人死亡，22人受伤。随后，该国国防部长亚沙尔·居莱尔表示，发动此次袭击的是库尔德武装。当天夜间，土耳其国防部对外宣称，该国部队已向库尔德武装发动空袭。根据路透社10月23日报道，在今年的金砖国家峰会举行期间，俄罗斯外交部门户网站遭遇大规模网络攻击。随后，俄罗斯就此事进行公开表态，其外交部发言人玛利亚·扎哈罗娃对外宣称，此前外交部也经常遭遇类似的袭击，但今天的袭击规模前所未有。扎哈罗娃的言外之意很明显，这次网络攻击大概率是有预谋的，目的就是阻止此次金砖峰会的正常进行，从而削弱俄罗斯的国际影响力。根据莫斯科时报报道，哈萨克斯坦外交部副部长罗曼瓦西连科近日明确表示，该国没有对俄罗斯实施制裁，也没有加入对俄罗斯的制裁，同时也不希望俄罗斯利用该国领土来规避制裁。媒体表示，哈萨克斯坦之所以要如此明确地表明立场，主要是因为受乌俄战争以及欧美制裁等因素影响，俄罗斯如今的经济大不如前。为此，俄罗斯正在寻求多方渠道来规避制裁，想要以此来缓解巨大的财政压力。而哈萨克斯坦就是其中的规避制裁渠道之一。由于俄罗斯与哈萨克斯坦大面积接壤，在被欧美国家制裁之后，哈萨克斯坦成为了俄罗斯进口商品的主要渠道。尽管该国去年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试图来限制俄罗斯规避国际制裁，但却仍然屡禁不止。为避免因俄罗斯此举导致自身受到2级制裁，哈萨克斯坦才不得不以此来进行限制。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觉得朝鲜士兵是否已经投入战场？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